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过去这几十年，中国的基层选举其实经历了一个大起大落，可以说是非常戏剧化。那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我们要剖析的这份研究就给出了一个相当独特的视角——族织经济学。它告诉我们，要看懂这件事儿，不能光从政治层面去想，更要把它看成一个关于国家治理策略，或者说管理逻辑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的故事。所以这就带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也是这篇研究想搞明白的一个大谜团。在一个我们通常认为权力是高度集中的体制里，为什么会在80年代反过来主动去推广基层的直接选举呢？这听上去是不是有点反直觉？别急，我们来看看研究是怎么一步步拆解这个问题的。对于这个问题传统的看法可能会说是为了增加合法性，或者是高层之间的一种利益平衡。但是呢，今天我们看的这个研究，它给出了一个全新的组织视角。这个视角认为，选举这东西本质上是一个管理工具。你想象一下，当时的上级政府面对全国70万个村庄，那简直是一个巨大的管理难题。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每个村干部每天在干嘛，所以选举就成了一个成本特别低的解决方案。说白了，就是让村民自己去监督村干部，你干得好就继续干，干不好就下去。好，那咱们就先回到故事的开始，看看在80年代，选举这个低成本的治理工具到底是怎么兴起的。彭真在1987年说的这对话简直是一针见血。那想想看，80年代搞家庭联产承包，集体对个人的控制减弱了，那村干部到底是在为村民服务，还是在为自己捞好处？上级其实是两眼一抹黑，结果呢，就是公共服务没人搞，乱七八糟的腐败问题倒不少。而且当时上级政府自己也没多少钱，根本不可能建立一套庞大又昂贵的监督系统。所以你看，选举就是在这种没办法的办法之下应运而生的。在咱们看具体数据之前，得先说说这个研究的底气在哪儿。他用的数据非常扎实，叫村庄民主调查，追踪了全国217个村庄，时间跨度将近40年。最关键的是，这些信息都不是靠事后采访凭记忆说的，而是直接从村会的行政账本里一笔一笔逆下来的，所以可靠性非常高。好了，重头戏来了，我们来看第一个关键的发现：选举到底有没有用？数据告诉我们，非常有用。搞了选举之后，村里由村民集资搞的公共项目，比如修个路、盖个学校什么的，开支平均增加了超过16万块。你可能觉得16万不多，但在当时，村里的平均开支才9万多，这一下子翻了快2番啊！这说明什么？说明村民选上来的干部确实更愿意花钱给大家办事儿。有增就有减。咱们再看另一个方面，那个时候村民们普遍特别反感村干部把土地租给外面的企业，因为这事儿经常跟不清不楚的账目甚至腐败挂钩。数据显示，选举之后，村里租给企业的土地平均减少了61.6亩。你看，这一增一减，一来一回，这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选举这个问责机制，既能推动村民想要的好事儿，也能拦住他们不喜欢的坏事儿。那可能有人会问了，这些变化会不会只是表面功夫？权力真的到村干部手上了吗？这张图就给了我们一个响亮的回答。数据显示，选举之后，村委会主任的实权，也就是他自己能拍板签字的权利，实实在在的增加了22%。这就说明选举绝不只是走个过场，它的确给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咱们都知道，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就像一枚硬币，把监督权下放给村民，虽然解决了信息不对称的大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上级政府对基层的直接控制力变弱了。这就是硬币的另一面，一个必须付出的代价。这张图就非常直观地展示了这种代价是什么。你看左边，选举之后，计划生育政策的豁免数量，也就是特殊照顾变多了，这意味着政策执行的口子明显就松了。再看右边，国家强制征地的发生率也下降了1.3个百分点。
这两件事可都是上级想往下推的硬任务。但对于民选干部来说，我的票是村民给的，我肯定得先考虑村民的想法啊，所以他们就更有动力去抵制这些不受欢迎的政策。那这个背后的逻辑链条是怎么跑起来的呢？其实特别直接，研究发现，那些给村里提供了更多公共服务，或者在计生问题上更通融的干部，他们下一次选举成功连任的概率确实要高得多。这就证明了村民们手里的选票那可是真金白银，他们确确实实在用它来奖励那些为自己办事的干部。这套激励机制是真是有效的。好，故事讲到这儿啊，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来了啊！进入21世纪以后，整个国家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个变化也直接导致了基层选举制度开始走向衰退，整个游戏的规则都变了。要说这个转折点是什么，那我们必须看这张图。这张图啊，可以说是理解整个故事后半段的关键。从1980年到2015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长了超过20倍。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国家一下子富起来了，就意味着上级政府不再需要依赖选举这种便宜的监督方法了。他有钱有能力去建立一套更贵，但是控制力也更强的垂直管理体系。图里标出的2003年税费改革就是一个标志性的时刻。那么国家有钱了，跟村里的自治有什么关系呢？这张图就画得明明白白，它显示了一个非常清晰的负相关。随着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强，村主任的签字权，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实权，反而一步步在下降。说白了就是上头更有钱，更有能力了，也更有意愿把之前放下去的权利一点点收回来。那具体是怎么收回来的呢？研究指出了2种最主要的方式。第一招叫村财乡管，听着有点绕，其实就是把村里的钱袋子给攥住了。村里想花每一分钱都得乡里点头批准，这一下就把手脚呢束缚住了。第二招就是派驻村干部，比如大学生村官、第一书记，他们是上面派下来的人，直接对上级负责，这就等于在村里安插了一个直接的管理触手，加强了垂直渗透。不过呢，这个权力回收的过程也不是一刀切的，这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研究管它叫距离的摩擦。你想啊，一个村子离县城108000里，山路18弯，你派人去直接监督，那个成本太高了，不划算。所以从组织效率的角度看，还不如给他们保留一定的自治权。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村子离县城每远1个标准差，村主任签字权被削弱的幅度就会减少32%。你看，这又回到了咱们最初的那个逻辑，一切的背后都是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好了，咱们把整个故事捋一遍。这么看下来，中国基层选举这几十年的兴衰起落，与其说它是一部政治史，不如说它其实是一部关于组织效率如何不断演变的历史。这张表把2个时代的不同治理逻辑总结得特别到位。你看，在80到90年代那个低能力时期，最大的限制就是没钱，监督难。怎么办呢？解决方案就是分权搞选举。结果呢，是公共服务上去了，但垂直控制也变弱了。而到了2000年之后，这个高能力时期，情况反过来了，限制变成了国家能力太强，财政太充足，解决方案自然就变成了集权，加强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果就是控制力回来了，但基层的自治空间也相应的缩小。那么最后，从整个故事里，我们能得到哪些重要的启发呢？我想有3点。第一，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实现有效垂直控制的必要前提。没钱没人的时候，很多事儿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第二呢，这个案例也挑战了传统的末的画带理论，就是说经济增长不一定就会自动导向某一种特定的政治模式，恰恰相反，它反而可能让一个政权更有资本去强化它原有的科层管理。而最根本的洞察是第3点，在一个特定的体制下，选举更多是一种功能性的实用主义的组织工具。它的兴起还是衰落，说到底取决于当选者在不同时期出于组织管理的需求和治理成本的考量所做出的理性选择。这或许能为我们理解很多制度的变迁提供一个全新的，也可能是一个更冷静的分析框架。